从娱乐产业里面去产出一部影集来讨论台湾将要被侵略这件事情。我希望全世界可以看到台湾有抵抗的决心。我们做的民防准备工作，让台湾的社会变得更坚强、更坚韧的时候，就可以不断的延迟这个战争的发生。不要害怕去面对，因为我们唯一能够跟不自由的国家 fighting 的，不是武器，而是自由的意志。其实我一直想要写这个题材已经很久了。乌俄战争之后，全世界的媒体也好，所有的焦点都会把台湾视为下一个最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我找这么多导演的原因。我希望能够有不同的观点进来，尤其是身为第一部谈论台海战争的作品，我们要呈现给世界台湾人的样貌是什么。在拍《林日》之前，我的短片作品其实就跟中国跟政治有关系了，叫做《赤岛》。这部片其实有进到香港的一个叫新浪潮的电影节，然后原本当天要放映的，结果当天才收到那个放映许可是被禁止的。如果台湾之后也变成中国的那样子的话，是多么恐怖！所有的关心这样问题的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设法为这些事做一点什么。我要谈的是，在最糟的状况下，而且台湾人在最没有心防的状况下，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心理反应？他们说国军已经弃守，解放军在金门登陆了。社群媒体现在都在传说总统坐飞机逃走，什么消息都不播。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争一开始就有讲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跑掉了嘛。那在林日攻击的这个戏剧里面，一开始也是讲说，宋崇仁搭机逃走了。孙子兵法里面一开始就有讲到的上兵伐谋，那个谋就是攻心嘛。那辨识假讯息才是真正的武装，自我的武装，比任何的铜墙铁壁都还要重要啦。在我开始做各式各样的资料收集跟田调研究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战争已经在台湾发生了。它是用资讯间谍的方式，然后我甚至还有觉得更夸张的是，我们现在公布的只是前导片，有的人都已经说了我们的结局。我想我结局都还没有拍，我搞不好最后一刻还会改。那这些到底是哪里来的？然后甚至还就此评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中国对台湾的觊觎，都是一个侵略的强权，资讯作战、渗透的作战、灰色的作战等等。在台湾，其实这些事也在发生啊！我相信它不只是对台湾的观众有意义，它对国际的观众也会有意义，因为大家过去不曾这样看待战争。爸妈，你要平安。陈立伟，李伟，等一下，我要留下来，我要留下来。拉一下。他自己往回跑，跳上军车这段，我觉得这个是最让我震撼的，因为是我也会做一样的事情。像攻击老台的频率越来越高，大家是应该要有感觉。我从乌克兰回来之后，更深入的去进行这些活动，保全好自己的力量，记住你训练的东西，你才有办法去帮助更多人。看的第一次很震惊，对，因为其实会感觉很近，然后会想说，如果真的要带家人逃跑了该怎么办？对啊，所以我觉得透过课程能准备多少就准备多少。如果解放军从南部登陆要北上的时候，理论上你们在撤离的时候，应该是解放军还没有上来就知道了。所以往这边应该你是不会直接遇到解放军。我本身是一个政治学者，我就在想说，难道我要坐在研究室里面继续做研究？台湾如果在这场战争失败的话，那就没有中央研究院了，因为中央就会在北京。我们强调社区韧性。长老教会在全台湾已经有一个全岛性的网络，1300间教会。如果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将这种民防准备
扩展到全台湾尽可能多的地方跟人的话，这样是会最有效率的。我们在分析的很多的事态想定 scenarios， 其实都在这一部前导片里面都有，包括我今天用在这个授课的例子，受到第5纵队鼓动的那些地方上的流氓黑道分子。战争不一定会从外部进来，战争有可能从内部先开始。弟兄们，大家听我讲啊，您今天来讲，都是什么样的对吧？待会你们来看上。台湾面对中国侵略的这样子一个处境当中，我觉得怎么样子去守护我们的社区，是一个从信仰有里而外的回应。所以我们参与训练，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我们有责任站起来。注意。我们6月份的时候，我们访问了很多美国的相关的智库，他说你们做的这个民防准备，可以让习近平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想了一想，摇摇头 ，Not today， 因为我们自己变得更坚韧的时候，敌人就不敢蠢蠢欲动。好，来试一次哦，准备。我找一个演员，他就非常想要参与这个演出，但因为他是某个广告的代言人，而且我要说的是，他是西方的品牌哦，即使是自由世界的国家，都会自我审查的要求你的参与者不要去碰触政治敏感的议题。如果中国这个市场真的这么重要，那这部影集就不可能诞生。用实际上的数据来说话，不是只有10个导演，等于有15个到20个摄影师，30个美术指导，200多个演员，它就意味着我们真的没有那么需要依赖中国。我希望可以让全世界的人，让台湾人都同时的思考，自由世界的这样的力量其实是有机会扳回一城的。韩国 CBS 的制作人，他就跟我说，韩国可以今天有一个走向世界的韩流，是因为他们被中国禁了，他们是赶快去想办法开拓世界其他的市场。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台湾非常值得接近的地方。这部剧如果能够成功推出的话，希望可以告诉所有台湾在做影像的影视的人，就是没有什么敏感题材我们不能碰，我们可以找到出路。台湾最大的利基点就是自由，因为我们允许自由的创意、自由的思想。零日攻击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我希望未来会有更多步。俄乌战争爆发，5月份我就去做了雷射手术啊，我是重度的近视，再来我是一个很懒得运动的人。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天天运动。如果真的发生了战争，我就是会留下来抵抗的人。如果我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参加国土防卫队吧，就是我会希望能在第一线。那这个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台湾人想要去毁坏掉它。我不知道一个影集能不能够做到这么大的效果，但我们希望最终是能够找到台湾人的共识。我一直很喜欢鲁迅的这一句话了：这天下本无路，但走的人一多的话，它就是一条路了。只要我们坚信民主自由，坚信和平的话，越多人选择这样的价值，那这条路就走出来了。